我沾墨很简单，直接沾一点墨就在碟子上面调2下就可以了。我们来画一个比较长的。我们来画一个长一点的枝干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刚才我们说到的长短关系怎么去运用不管是先画短的还是先画长的，我们要注意它们的这个线段的长短节奏不同的这个线条的长度，它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形状。那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它们的变化这几支我刚才随意画下来，这几支的长短其实是有变化的你看这是一个主枝，我们可以在旁边再画一支旁边我们再出现一支，那这一支肯定是短一点左右2支出现肯定会有长短这是一个规律就是说有些人问我这个画枝干有什么规律？那这些规律就是长短变化，长短的这个它们的区别那么我画了这一支出现以后这里会形成一个排列，这个排列在这里不好看我们要把它画上去一点这样它就会错开，这一支的长度和这一支的长度和这一支的长度都不同因为刚才画在这里平了，所以加上去，然后形成了一个主次干湿那么这个枝干我们可以在上面长小枝干，长小枝干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调一个颜色，藤黄太青蓝然后笔尖调点胭脂。我们在画上面的这个嫩枝干的时候，要跟老枝干形成一个对比，老枝干比较长，那么我们的嫩枝干就相对短一点如果老枝干很短，那么嫩枝干就要长一点。还是一样，它只不过是颜色变了它变成嫩枝干了，还是一样要注意到的，不能在这2段的中间出枝，要在1/3的地方然后出一个嫩枝干出来这个嫩枝干也要跟它对比，不能和它一样长包括嫩枝干里面的分支都会不一样长，这一支和这一支都不一样长这些关系很重要能够画得很随意很灵动的牡丹，那么我们要把这些关系都能够很清晰的把它分析出来我们才能够把它再放松再把它变成一种比较随意的那种用笔或者是随意的画法。那么我们在左边再出一支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看成是线条，不要把它看成是牡丹枝干同样是长一枝，我们不能在这已经长了一枝了，我们不能在这一枝和这个地方这一小段的中间长枝，要么靠上，要么靠下，或者是靠到这里我们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线段，我们可以靠下面一点点比如说我们可以靠到这里来那么这一支是横的，这一支我们就让它竖的，这是左右对比又增加了一个细节上面它也会长一些小嫩枝，这些小嫩枝也是一样，要注意左右长短不同这上面长花还是长叶不管它先，我们要注意的是线条这个枝干我们也可以长这个嫩枝干，那么长这个嫩枝干的时候，它又出现了一个穿插的问题
如果我们从这里长一支上来，比如说从这里长一支上来，那么这里肯定会留下一个空白。那么这个空白怎么去经营它？我们就要注意它的形状，这个就要运用到蓝叶的破缝眼。这个空白不能是平行的，也不能是圆形的，也不能是方形的，一定要是不等边的三角形，它才能够出现一个空白。这个空白它才会是我们经营出来的。这个空白是不等边的，它不是方形，也不是圆形，也不是三角形。然后我们在出枝的时候再长一个线条出来。刚才说了，我们要把它看成是线条，不是牡丹，不是什么花卉。我们是经营线条的长短，它可以是别的花卉，只是结构可能不同。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牡丹，那我们就按牡丹的结构来讲。那么如果我们从这里再长一枝出来的时候，还是一个道理，不能在这一枝的中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在这个空白的中间，不能从这里出去。如果从这里出去，它就刚好中间。我们可以从下面一点，从这里出来，这个空白就会大一点，这个空白就是小一点。看似很随意，其实是故意的。其实是我画的时候是专门是故意去经营的这个位置。当然画快了可能大家就看不清楚了。我这样很慢的去讲解的时候，就可以很清晰的去分析。这一段上来我们破到跟上面这一个枝交叉，大家看我画的这个位置绝对不会出现在这一枝的中间，我会出现在这个位置。然后这个地方出一个小枝，我也不会在中间，会在1/3的位置，或者1/4、1/5都可以。然后破空也会注意到不会在这个空白的中间，上面大下面小，看空白，既白当黑，我们就要注意这层关系。如果我们这里再想出一支枝干上去的话，它又会出现一个穿插，而且还会出现一个空白。所以我们在走线条的时候，最关键的是我们这个线条走到什么地方，跟哪一个枝干穿插，从什么位置穿插很重要。如果我们从这里画一支过来，这样穿过来，这两个空白绝对是一样大。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在想什么，我们在穿插枝干的时候在考虑什么，就是考虑这些长短，考虑这些空白，考虑这些位置。所谓的苦心经营，想什么就是想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从这里长上来，我们可以穿小一点，我们穿到这里来，这个空白它就会变得很小，这个空白还是很大。如果刚才我们没有经营，没有去考虑，那么我们这一支从这里长过来，那两个空白可能会一样，它就不会有变化，也不会有这个空白形出现。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弄明白，我们才能够把它随意的发挥出来。看似很随意，其实是经过很多的这个练习，还有注意到很多关系，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个随手拈来这种状态。我们在这里可以打一些小嫩芽，特别是这些接头的地方要注意的细节很多。比如说这个小嫩芽长出来，接着这个小嫩芽也是这个形状那我们很快就要把这些形状再转换一下，
或者是我们在这里再打一个或者是再增加一个这边就会变成2个，这边是1个。只要画面上面出现的东西任何东西出现，它们都会有关系。只要在纸上，只要在这一张画面里面出现，我们都要去看它们的形状，看它们的这个对比，看它们的关系那么左边出现着很多线条我们讲到了很多这个空白形，还有这个位置那么右边我们也可以来一个比如说我们可以来一个不同的形状或者更长的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左边左边的很长，右边的肯定不能太长如果要画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画一个很小的花苞打比方说画一个很小的花苞这边我们就让它很短这线越短就会越突出上面的左边这个长。那么这一支我们可能会长一个枝干出来，那么右边这一支长枝干出来要长在什么地方？还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规律规律就是这些规律，规律就是它们的关系而不是我画出来这个形状这些形状每个人画出来都不同，我下一张画出来也不同，还是不能在这个枝干的中间然后我们可能想把这里画一枝出来长叶子，那么我们就要考虑这个枝干我们不能跟它十字交叉如果这个枝干从这里过来，那就是十字交叉，它肯定不好看也不能在这一段的中间这整段的中间还有这一小段的中间都不行不能在这一支的正中间，不能从这里过来，很正中那么我们可以因为左边这一支，我们这一支可以出过来然后再下来这样它是不是就会错开了就不会形成十字交叉。这一支过来它会形成这一个空白这个空白就是和上面这个空白是一个道理。这个空白出现了，我们下面这个出现的空白要和它对比，比它大看似无意中出来的，其实画的时候我会去看，我会去想，我会去观察他们的这些空白我都会去看，因为我平时都会不断的去训练这些东西，这些基础然后把它弄得很清楚。所以我画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我很快一画我就感觉到或者是观察到比如说这个小花苞出现的小叶子也是一样，那么右边很长，左边肯定是很短这个是一种永远不变的规律一种习惯这边长，这边千万就不要和它对比，不要和它一样我们可以让这里短一点这样这个小叶子短一点才会形成它的长所以这些都是对比关系这个牡丹叶的牡丹枝干从老枝干到嫩枝干我们就讲到这那么叶子也是跟画枝干一样的道理比如说我们把这一枝的叶子加上加上，那么叶子也是一样，要注意它们的大小关系也是一样要注意它们的这个组合。那么这一支出来这一片叶子出来，第二片叶子我们就要把它画的跟它对比，要么比它重，要么比它淡，要么比它小要么就总之要跟它有变化，而且要跟它有关系我们可以马上就勾，我用的是卡纸
那么这一片叶子出现，其他的叶子也要跟它对比。好，我们在左边再画一只，这一只叶子这左边的叶子我们要跟右边变化一下右边比较大，左边我们就可以小一点可以小一点左右要有变化那么2组出来，第3组就更重要了这有一个小枝，这一枝我们可以长叶子，这一枝叶子我们可以长淡一点可以沾一点藤黄，沾一点胭脂这有一个小枝上来，那么这个小枝上来要跟这个枝干形成一个前后我们这样让它遮挡到后面去这样的话它会出现一个聚散，这2组会挨近，这一组就会离开从这里长过来，那么这个叶子感觉还不够，还增加一个3叉9顶的特征跟它穿插一下，那么这里就会形成多，这边就会形成少形成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在随意画的时候特别是画一张作品很随意很随意的时候这些关系我们就在一瞬间就要想到因为我们画的很随意的时候由不得我们去想，你再去想一下感觉没了那么我们在练习的时候那就要把这些弄得很明白我们才能够发挥自由发挥的那种状态。如果没有这种弄得很清楚的状态下，你自由发挥可能就是2下子就翻车了就像开车一样你还没熟练到那种车手的那种熟练的程度，你想像开飞车的那种很快速的开，可能一瞬间就飞出去了，这个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够把它表现出来。那么左边我们再画一组叶子刚才我们已经出枝了，再画一组叶子，我们就可以把这组叶子的颜色别让它太鲜艳，因为它是靠边的我们这边可以画一组靠边，它的颜色也没有那么鲜艳水分也稍稍多一点。刚才我们画了这3组这边是2组挨近的，这是离开的。那么现在我又画了一组叶子，它们3组是挨近的，这一组是淡的这些关系一直都没有变嫩枝干的颜色就是用藤黄加一点点太青蓝，加一点点胭脂好，我们把这个勾一下其实我们画这个花鸟画花鸟写意画，最关键的不是画的小写意还是大写意，用的是墨还是颜色，最关键的就是把这些关系弄得很熟。这些关系我一说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些长短聚散谁都知道，问题是你要用到才行，你要把它用出来，表现出来经营到画面里面去，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好，下面也有枝干，我们继续加这个枝干长出来，那么我们也要看上面的叶子，上面的叶子相对都是比较完整，下面我们可以让它别那么完整了比如说我们画一个散开一点的故意让它不那么完整又不是我画不完整，
因为我要跟上面对比啊，所以把这里画的相对的简单啊。那么三叉九顶的特征，这3笔还不够啊，旁边还得加一点它的特征啊，这里长出来，然后这里又长过来，来一点点啊，来破这个空啊，破这个空又说到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破缝眼的关系了。那么这个叶子我不会长到中间，我会长到下面一点啊，大小啊这种关系，所以这些都是有意的啊去做的。然后把叶脉勾一下啊，像这种关系就很明显了啊，从枝干，从讲老枝干到叶子，到嫩枝干到叶子的组合啊，就会形成这样的关系。对，聚散关系，就画画的人要边画边思考啊，这些思考是需要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不断的去尝试得来的啊，而不是说突发奇想没有的啊。所谓的很多人说画画需要灵感啊，需要状态啊，你的基础不到位，什么灵感都是假的啊。灵感它是取决于我们的积累，我们积累到一定程度了啊，能够驾驭了，我们才能够谈那个感觉啊。我们现在都是我现在也是在不断的在研究这个局部啊，研究这个关系，能够把它运用到非常非常熟练的时候当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做到非常熟练啊，但是不断的积累不管3年还是5年总之我们是喜欢这个绘画，就一直这样追求下去啊。从画一枝到注意到长短，注意到空白注意到叶子的组合，然后我们再增加一下花头我们就用一个胭脂色，比较简单调颜色也比较简单。花头我们可以加在这个位置，刚才已经画了枝干了那么我们把这个花头画的时候也要去分析一下这个花头的大小那么这个花头出现在这个位置，我们要和这个叶子形成一个大的组合，把这整组形成一个组合，然后只有这个叶子单出来，然后下面会加一个小花好，我们从这里画一朵花我们也是比较简单。哎呀，这个毛笔有点脏，没洗干净但是既然画了就不能停，就让它出现这种颜色。如果画了一笔停了以后再去调干净了，它就接不上就着它用，意外收获，脏就脏嘛。好，这个颜色很特别颜色脏了，因为这个笔里面没洗干净好，我们再沾一笔，还是毛笔里面还是脏的，因为我们要跟它统一如果我们把它洗得太干净了，它就不统一了，就着用把这个用笔加上。我们在画花的时候和画叶子是一样的，用笔一定要有书写性的状态
书写性的状态，它才能够出现写意的状态。那既然是写意，那肯定要有写的这种动作，不要把它变成那种非常实在的那种，它就不是写意了，也不好看啊。所以我们要一个要把关系加进去，一个要把用笔加进去，还要把这个结构特征表现出来。那么这个花的形状，一个是要注意花，我们还要考虑到叶子，所以我们在画画的时候也要把叶子考虑进去。比方说这个地方过来是平的那肯定就是画面里面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画的时候，它会不断的出现这些问题，然后我们不断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就是我们画画的过程。我加这一笔，为什么加这里？因为刚才叶子和花瓣这样平了我就增加了这一笔，所以这一笔它是有作用的它是有用的所以我们画快的时候，可能大家就看不到了我随意画，大家看不到为什么这样画我这样慢慢的讲可能大家就能清楚的知道我是为什么这样做。那么这边这个形状，我们怎么去增加这个缺口？不要只看花，把叶子加上一起看。那么这个空白和这个空白是不是一样大的我们可以加下面这个空白，也可以加上面这个空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绘画过程中要去动脑筋所谓的苦心经营，苦在什么地方？就苦在我们画的时候不断要去看，要看它，还要看它，还要看它还要把左边这些地方都一起看，我们才能够决定这一笔放在什么地方最好最合适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积累那么我加在这里，这个空白就不见了，这个空白就大了它就会突出那么我们再往下画，这个地方缺口我们可以盖掉一点，但是里面还有层次。这个怎么来的？就因为我知道我的毛笔有什么颜色，因为我画了这一笔以后，我会知道我的毛笔的浓度里面有什么颜色到什么程度。就像刚才我画的这个颜色没有调均匀或者是毛笔脏了就脏了，就让它统一，它也是整体不要去洗干净它就不统一了那么这个地方统一了，旁边我们可以让它干净一点因为我知道我的毛笔现在已经很淡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出现，它刚好又是一个浓淡的关系其实每一笔我都在考虑的特别是画得很快的时候，就证明我想得很快，我的观察我的这个画的时候，这个眼睛到处都看的，证明就是反应很快那画得很慢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去分析了。这些分析就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关系，把这些关系玩得很溜的这里我加了很多水分把它玩得很溜这个地方是水分很多的因为这个枝干从这里长过来，长到这朵花，那么这个上面应该还有一个花瓣，要不然它感觉不完整那么这个花瓣要么超过这个叶子，要么就不能高过这个叶子如果在这里画，它可能会这样平排，那我们就夸张一点，超过这片叶子这么高它就会把这朵花的中心部分在这个位置，这个枝干会长过来所以这个夸张一点
这个地方感觉有点空，可以加一笔，让它有一个过渡，再补一笔，这样它就既有层次又有关系，又有对比，又把这一组叶子变得密不透风大疏大密的这种感觉那么这里越密，这下面的叶子跳出来的就越漂亮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枝干长上去，长到哪去了我们到这里不能在那里断掉，我们要长一点叶子把它遮挡住不能在这里突然间断掉一枝。那现在不管它先把这个小花增加一下这个刚才说这个花瓣有点脏，那我们就用白色我们用白色来撞一下让它干净一点，要不然它干了以后确实有点脏。用白色撞一下这个颜色好看调色刚才是不好拿过来我们用白色转一下一点点转一下这个淡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们转一点点白色进去它干了以后它会有一点透亮，少量的转一点点一点点，非常少这朵花还挺特别，红色里面加墨，它会显得不那么鲜艳也不会显得那么纯那个颜色它会显得很厚实。对，加的是太白然后我们下面把这朵小花也增加一下，这朵小花我们可以增加一朵还是刚才那支毛笔，还是有点脏不要洗干净，还是它那个味道还是刚才那支毛笔我们可以把这里加一朵小花可以加个小花苞，也可以加一朵小花这个刚才这个没干我们可以加一朵小花注意用笔书写性的用笔这样出现一个小花这种状态和它是类似的，只不过是大小不同。这个小嫩芽上面也可以来一点点这个花的颜色。那么现在就出现了大小两组我们再增加怎么去增加呢这一支想办法把它去掉，怎么才能够去掉？我们可以在后面增加一点淡叶子遮挡一下让它穿到后面去，要不然在这里突然间断了一支很奇怪我们调一个比较重水分比较重比较多的目的是把那个枝干遮挡，因为我们刚才本来是没想到把它画成一张画，那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断枝在这里，我们就要想办法调一下我们可以在这个枝干后面枝干这个位置我们加一点淡叶子目的是把它藏起来这个叶子要水分很多首先我们来一点，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再穿插一个叶子出去
这样这个枝干到这里就会被这个淡叶子遮挡了啊，它就长到上面去了啊，可以长到上面这个地方啊，也可以在上面长个小花苞都可以啊，证明这一朵穿上去要有一个交代啊，所以这个把这些关系弄明白以后啊，可以随意的这样画啊，出现了问题我们就就着它啊，这个可以转过来。那么转过来不能长在这个画面的中间啊，在这里可能是正中间不行，我要歪一点啊，歪到这边来啊，不能太正中间。在这里它会和这两朵花形成一排也不行啊，这上面还不好长，长了还不好看，所以这个长了可能也是多余。我们先把它遮挡一下先。啊，先把它遮挡一下，然后再说。啊，这么多讲究，对，很多很多讲究啊，要讲究起来，很多地方都需要我们去经营，需要我们去苦心经营啊。啊，那么现在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去增加一些小的配衬啊，比如说这个地方我觉得有点空空的啊，我们来一点小嫩叶，先把这些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一下去啊，解决不了的问题到时候再说啊，实在解决不了也没办法啊。这个就是绘画过程中训练的一个过程啊，训练我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两个地方中间这个地方有点空，我们可以加一点小嫩叶，但是这个小嫩叶不能加到这里来，加到这里来它就会平排啊。我们可以在这里加一些跳皮的小嫩叶啊，跳皮的小嫩叶出来。这些它在画面里面会起到一个点醒画面的作用啊，也是形成一个大小对比的关系啊，它就会出现这种感觉。然后用胭脂色啊破一下啊，打破一下，让这个小块面里面有一点点变化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再看情况啊，再看一下什么地方需要补充的啊。那么这个花长在这个画面里面，感觉下面这个空白是空的，我们可以把它加下来啊，加到底下去。再加点墨，把这个枝干长下来，长到底，因为这个下面是空的啊，太空了。接下来啊，让它接到底下去，然后这里再长一支出来啊，和上面这个接起来啊，这里又形成了一个小节奏啊。在下面这个空白这个边它就不会空了，所以我们要注意金边银角，讲的就是画面的四个边啊，四个边不能都空啊，如果都是空的，画面它肯定会松散，所以这个边很重要。那么这个长了老枝干，我们也可以长一些小嫩芽配衬一下啊。啊，这边可以长一下小嫩叶，像这种小嫩叶来一点点，不能超过上面啊。少量的来一点。好，这点小嫩叶往上要跟它们呼应啊，突然来一个很小的反差，一个小的变化。好，然后把它接
干枯的地方碰一下，用淡墨碰一下。好，现在这个画面就基本完整了啊。主要的一个花，次要的一朵小花啊，从第一支开始啊，从很小的这一笔开始画，然后一直刚开始好像是从这一笔开始画的一直长叶子一长枝干，长叶子，长花，整个过程我们要注意的东西很多很多啊。这个一张画面里面怎么才能够找规律？那么这些规律就是我今晚上讲到的这些关系。好，我们把这个花蕾也点上让它成为一张小作品。我们用个小盒子装了一个颜色，点花蕾的颜色要很重非常浓，非常浓的这个颜色点上去，它才会亮起来。花蕾不用点的太多要点到这个小缝隙里面，点到这个花瓣的很重的地方，这些小缝隙点的时候也是一样，要有连贯和画花的动作一样，非常连贯。不要太快，也不能太慢，太慢了呆板，太快了又潦草。自己最舒服的那个状态，那种速度就最好。少量的出现一点就行了。下面这朵花点几点就可以了意思一下，不要太多。中间可以打一个点证明这是花蕾。这张我们就基本完成了。如果还想增加的话，那是还要讲好多东西好，这张我们就基本完成了。